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俩的情事，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。再说了，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？所以案发当天，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，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你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？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我和你说过了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辞职，你离婚，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，我跟过去一刀两断。你呢？你要做什么了？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别逼我！我说别逼我！啊！那天晚上，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，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。装！你再给我装！哎，雨晨，哎，雨晨。后来冷静下来，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运尸袋，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。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，塞不进手提袋里。他或许戴了手套，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。之后，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，再塞进袋子里。最后，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，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王婉，你去记录。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。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，皮肤也皱巴巴的，像香皂一样，石蜡化特征明显。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，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，覆盖在表面上。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，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，死者应该是女性。老万，勘察中心现场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死者死亡后，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。一般出现尸僵之后，尸体很难驱取。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，已经处于完全驱取的状态。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、包裹、驱取装袋这样的程序。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，目的是为了定型，方便装袋。
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，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塑料膜包裹，保持适度的温度，缺氧潮湿，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湿蜡化的尸体。你看，电话线。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。这么大的废车场，加上这些垃圾废品，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？就算有证据，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？这可真是个抛尸老地。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， 无法查证尸源。那主任呢？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，主任要亲自押车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。来，准备开始。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。湿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，在极特殊的环境下，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，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。死者为女性，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，体重45公斤左右，口腔黏膜未见损伤，牙齿健康状态良好。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，再判断年龄。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，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，而且脆弱。颈部肌肉皂化严重，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。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，骨折折断有出血，应该是生前反应。通过内脏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？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。尸体湿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。法医学概论第11章，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，比如眼前的情况。我错在哪了5、6个月前是冬天，死者穿着夏装衣服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，距离现在也就2个月的时间。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。李队已经确认过了，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，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。这就奇怪了，尸体湿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根据他的衣服，他的死亡时间也只有2个月前，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。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齐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湿蜡化尸体太滑，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，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倒是小事儿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应该好一点了吧？有一条录音，看时间点，应该是在刘冰毙命前夕完成。你们别动！丽丽，你别跳！你跳下去，你人生就没有别的可能了。你只要还活着，人生就还有希望的。我活不了了，他们不让我活。谁不让你活呀？网友，他们都在说，是我害死了我爸。
是我是杀人凶手。他们都在骂我，他们都要我去死，那我就去死好了。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。丽丽，你听我说，网络不是你全部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别再说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丽丽，雷鸣，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吗？你是这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吗？我给你提供这么好条件，你就给我考这点分数啊？啊？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同样一种父母。你爸囚禁了你的身体，我妈囚禁了我的梦想。每天练那破琴有什么用啊？回家我之所以爱上你，是因为我们都是跟你说同样的。话呢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我们的父母刻板的想让我们走他们认为对的路，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们的想法。大人们都该去死！雷鸣，我喜欢你的音乐，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只有我们懂得彼此，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丽丽。最近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，再这样下去，清北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。如果我爸再发现我俩玩得好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丽丽，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伪造成绩单能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我做过很多次了，从来没有被爸妈发现过。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能做吗？只要价钱合适，就没问题。不过丽丽，清北大学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雷鸣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你就救救我。好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后来我们都如愿以偿了。你骗你的家人说你清北大学被录取了，我骗我妈，让我妈相信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本。在家里我们都是乖孩子，但其实，在现实的梦想里，我是摇滚乐手，你是小网红主播。虽然总是害怕被发现，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呀，丽丽。丽丽，你的头发好看吧？走，排练去。走。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，但你知道吗？那都是假的，我不想再装下去了。所以你就做出直播自杀这么蠢的事儿吗？那天你爸来这儿打了我之后，把你带走了，我才终于明白了你的痛苦，丽丽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直播自杀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如果我爸知道了我们发生关系，我和你都没有活路。雷鸣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快乐的人。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。我
我既不能阻止我爸伤害你，又不能摆脱他，我只剩这一条路了。丽丽，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傻吗？对，我的确很傻，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。他们说的对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是我害死了我爸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是我害死了他。不是的，丽丽，是我害死的你爸。封锁现场，准备安全气垫，快！程女士，程女士，程女士，你冷静点。你现在上去很有可能适得其反，请相信我。丽，你说什么？那天看到你直播自杀之后，网上很多人说你爸爸性侵了你，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内疚、无能、懊恼、愤怒，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我做了一个男友该做的决定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警告他。谢谢牛哥！哎呀，高兴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是丽丽男朋友，我今天过来就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以后你别再伤害丽丽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可能，我女儿不可能有男朋友。你说什么？这姑娘不完成学业，她不可能有男朋友。就算是有，也不会是你这样的小混混。把药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丽丽她要的是自由，给我！她不要你这样的父亲！混蛋的逆子！丽丽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全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想帮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害了你爸爸。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，好吗？我才是罪人，丽丽。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逼我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好过？丽丽，爸爸从小没文化，吃了很多亏，所以自从你上学，爸爸就盯着你的成绩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现在发现你长大了，成绩也没那么重要，你需要自己的空间。爸爸本来想攒点钱让你搬出去住，可你的学费我还没有还完，爸爸没能耐。
别找爸这样的，但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。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爱你。这是从你父亲手机中恢复的录音，应该是他溺水前留下来的。他知道，只有真正离开你，你才会快乐起来，所以他放下了对你的执念。这对他来说挺不容易的。刘丽丽，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。丽丽。你爸都能释怀，你也能做到。不要伤害自己了，好吗？我们重新开始人生，我会为我的错误为你赎罪的。丽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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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丽。领导，绿线接触。喂，小王，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。我去拿一下调查结果。哎呀，总算是虚惊一场，这一晚可真够人受的。我只想知道，刘斌当年是为什么入狱啊？卷宗上写着，当年有2个住店客人喝多了，非要拽着陈平进房间。后来刘斌知道此事之后，直接跑到酒店把这2个人打成了重伤。一个人左眼终身失明，另一个人横结肠破裂，都达到了重判的级别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斌是为了陈平而入狱的。如果刘斌出狱后，能够不要那么偏激地对待刘丽丽，或者是陈平，试图理解刘斌的苦楚，或许这一家人就不会4分5裂，酿成这样的悲剧了。哎，雷鸣的父母接他回家了吗？刚走。雷鸣的母亲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坚定说他自己没有错。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要管一辈子，所以他现在决定把雷鸣带出国留学，逼他退出乐队，和刘丽丽断绝来往。可能在他母亲的观念里，玩乐队的就是坏孩子，只有读书成绩好的才是好孩子。这种偏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啊？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，因为有些人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小青同志，你太悲观了，你应该向林涛同志多学习一下。至理名言。哎，怎么啦？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。那又悲观了吧？负能量。你们回来啦！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真是万幸。刘斌的心脏病理检验报告。哦，在这儿。死者刘斌冠状动脉内提取到血栓脱落栓子，心肌倾斜性梗死。唉，作为一个冠心病患者，一旦栓子脱落了，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死，短时间内就会丧命。死者有溺水征象，这也就说明了死者在落水的时候还是活着的。栓子脱落导致他失去了自救能力，确切的说，他是在心脏病发前就溺水而亡。
有点奇怪。是挺奇怪的。什么奇怪？刘斌遇袭溺水，心脏病发，可他怎么有时间还给刘丽丽录下一段遗言呢？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身受重伤的刘斌靠着本能反应游回了岸上，剧烈的运动和外界的刺激下，他很有可能再次引发心脏病。但此刻，他只想着对自己的女儿赎罪。爸爸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出现了。你又是谁？刘斌他现在只有一条活路，他拼命地游向对岸，但这个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。所以山竹剑就这样沉入了湖里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又冒出来一个凶手？我都听傻了我。我以我的推论来看，就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疑点。但凶手的动机呢？还有那个删除键是什么情况？感觉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。这和刘斌的过去有关。我拜托小王帮我调查了刘斌的过去。技术部门刚刚给我调查结果。10年前，刘斌以人间正气的网名，对一个网红女孩进行了攻击。星星知我心，本名张雅欣，16岁，癌症患者，曾患重度抑郁症。为了让她振奋精神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为她建立了一个个人账户，就是为了让她展示她在医院的阳光生活。她乐观的生活状态吸引了很多的粉丝，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的黑粉。最终，她不堪重压自杀了。刘斌呢，其实是一个父权观念极重的人，他曾以女性直播就是不守妇道的言论，在网上对张雅欣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攻击，是最活跃的黑粉之一。你们是怀疑刘斌遇害和这件事情有关系？秦明是这么觉得。证据呢？特制的删除键，这是凶手的自我签名。这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？鬼知道啊。刘斌身上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痕迹，电击致死并不是导致刘斌死亡的直接原因，但是我的推断至少可以证明，河岸旁边一夜之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死鱼？不足为证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。我在要离开龙帆市的前几天，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里面也装着这个删除键。我认为这是凶手对我的挑衅。现在显而易见，杀害刘斌的人另有其人。至于对方为什么要救刘斌上岸，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是想把这个删除键放到刘斌身上，这就是所谓的电击凶手签名行为。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刘斌案是否有关联，并没有证据佐证。刘斌的出租车上的行车记录已消失了，这个你能解释吗？我并不否认真凶另有其人，刘斌曾是键盘侠，
但真凶为此就报复行凶，这番说辞我不认同。还是那句话，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。证据。好。10年前，死者郝之云溺水而亡，他的手中有一个同样的删除剑。彪哥，你是当时的竹简法医吧？难道你都忘了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当年那桩没结的案子，我只关心眼前的这桩悬案。郝之云是张雅欣的护士长，同时也是让她成为网红的推手。刘斌是抨击张雅欣的网暴者，他们和张雅欣的自杀都有所关联。我说了，说说眼前这件案子。李队，刘斌案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恐怕我们要打一场持久战。李队。是我。发现一具失蜡化尸体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勘察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班。秦明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要把刘斌的案子跟10年前的那件案子联系在一起？我查了卷宗，才提出10年前的案子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为什么要查10年前的陈年旧案？好奇吧？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执念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可理喻？秦明，那件案子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回家吧，明天早上还要出外勤呢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就跟我说。谢谢。来啦！哎，你怎么还吃上螺蛳粉了？我们现在可是去勘察现场，我劝你少吃点啊。巨人观我都见过，那叫什么场面？还有什么能吓到我？那你见过蜡化的尸体吗？你是说蜡像馆里人偶那种？其实我也没见过，我就是在课本上见过，所以你还少吃点吧。闲话少说，赶紧去现场。拿着吧，说不定能用上。瞧不起谁呀？辛苦各位赶到合川，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给予的技术支持。客套的话就免了，介绍情况吧。今早5点，在这个废车场，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，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。5点20分，他报了案。龙华气球场曾经是合川县最大的气球场，5年前就已经废弃了。由于地点比较偏僻，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弃尸袋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，那么辛苦大家了，开始吧。是。
黄婉，你去记录。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。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，皮肤也皱巴巴的，像香皂一样，尸蜡化特征明显。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，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，覆盖在表面上。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，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，死者应该是女性。好吧，勘察中心现场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死者死亡后，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，一般出现尸僵之后，尸体很难驱取。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已经处于完全驱取的状态。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、包裹、驱取、装袋这样的程序。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，目的是为了定型，方便装袋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，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塑料膜包裹，保持适度的温度，缺氧潮湿，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尸蜡化的尸体。你看，电话线。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。这么大的废车场，加上这些垃圾废品，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？就算有证据，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？这可真是个抛尸老地。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， 无法查证尸源。那主任呢？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，主任要亲自押车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。来，准备开始。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。尸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，在极特殊的环境下，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，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。死者为女性，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，体重45公斤左右，口腔黏膜未见损伤，牙齿健康状态良好。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，再判断年龄。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，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，而且脆弱。颈部肌肉皂化严重，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。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，骨折折断有出血，应该是生前反应。通过内脏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？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。尸体尸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。法医学概论第11章，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，比如眼前的情况。我错在哪儿了？5、6个月前是冬天。死者穿着夏装衣服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，距离现在也就2个月的时间。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。李队已经确认过了，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，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。这就奇怪了，尸体尸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根据他的衣服，他的死亡时间也只有2个月前。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，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齐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尸蜡化尸体太滑，
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，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倒是小事儿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应该好一点了吧？嗨。花花，你让我过来是？啊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呗。哦，洗衣服。嗜蜡化尸体衣服形态辨认不清，就需要清洗晾干。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帮你干体力活了呗？不是你说你没事的时候，任何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你的嘛？是。洗衣服可以锻炼肱二头肌、胸肌还有腹肌，你也应该学会在生活中锻炼身体了。啊，说的也有道理。那你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呗。哦，谢谢小哥哥，那拜托你了。嘿嘿。我顶！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臭？都辣眼睛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给你煮了面，我妈还问呢，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，也不下去吃饭？我不想影响别人。这个给你。没用的，我等一下用漂白水再试一试吧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你试试吧。香菜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你这么说话，考虑过香菜的感受吗？我和香菜又不熟，为什么要考虑它的感受？香菜呢是专门除尸臭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精华，所以保证皂到位除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。已经开始布置起来了吗？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租金的话我会跟阿姨谈。租金你跟我谈就好了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喜欢画画？偶尔吧，思绪乱的时候，画画可以让我静心。哦，那你现在思绪乱吗？不乱。你这还挺干净整洁的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主任应该没有让你当我的班长，对吧？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问我，以汇报的形式会让我紧张。哦，我先回去了。完了！百密一疏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先跟老陈打个招呼呢？你说我好好的法医不做，我为什么要做个骗子呀？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明天再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香皂在哪里做的？古城有很多工艺品作坊都可以做香皂的，我明天带你去吧。我现在有事。哎。
光临，可以随便在店里面挑选一下，咱们店里的香皂都是可以 DIY 带走的。皂的主要成分是动植物油与碱，冷制皂的皂化需要多久？冷制法的皂化通常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这样。那么请问工艺是什么？像这种冷制的皂成品呢，通常需要放置1个月以上，直到它的酸度下降成熟，形成皂化。但是它的放置需要一定的条件，比如说有催生的化学物质呀，或者是潮湿加热的环境等等。潮湿闷热的环境可以加速皂的氧化，这种说法对吗？是的。好，那我要2块，一块成品，一块还在放置中没有皂化的。不好意思，这种半成品的话，暂时咱们店内是不对外出售的。我们是警察，请你协助我们办案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哎，对了，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佛手柑味道的香皂啊？有的呀。我要1块，谢谢。您好，前台那边结账。谢谢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啊。死者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吗？对，因为死者下级衣物和湿蜡化形成时间段会发生冲突。如果我们没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在失踪人口库找到尸源。我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是那块冷制皂吗？普通尸体想要形成湿蜡化，确实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尸体保存的环境与冷皂化的皂化环境极为相似，尸体又是被塑料薄膜密封，同时处在一个封闭、潮湿、高温、缺氧的环境里，这也就加快了湿蜡化的形成。技术科呢，模拟了冷皂化的皂化过程，结合尸体内的菌群、尸源地特殊的温度及湿度进行了演算，推断出湿蜡化的形成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下旬。锁定范围就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向各个派出所通报尸源信息，尝试着从失踪人口上来查找。另外，在藏尸袋和捆绑死者电话线上发现的是同一人的指纹，说明捆尸弃尸是同一人。但是在库里没有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案底。这个藏尸袋看起来这么奢侈，难道凶手是个有钱人？这个范围是不是缩小了？不一定。凶手就算把这个袋子给扔了，也有可能被拾荒者给捡走。这一点凶手应该非常清楚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要么就是他蠢，要么就是他希望尸体可以尽快被发现。有道理，凶手弃尸的目标一般都是掩盖犯罪，不希望被发现。所以凶手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青明，你最好离我远点，我现在那个尸体的味道还没有散。这算是工伤吧？我不嫌弃你。谢谢你。啊，你是说香皂是吧？没什么，就当还你了。哎，我看到你画的幅画，那个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。我问一下，八卦一下，那个女的是谁？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师傅啊，你说 DNA 无法配对，信息量那么少，怎么找啊？面部复原呀，不过湿蜡化尸体难度比较大，我只能通过尸检的印象和经验来试一试。这彪哥的复原技术在国内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彪哥很厉害，如果能够复原死者样貌，那找到尸源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彪哥这个技术的操作手法也是极为出众。快撕下你的面具！你到底是谁？这太反常了，不会要地震了吧？是挺反常的哈。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哼哼，放心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黄欢，要不你这次来帮我吧？
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别的线索来确认死者的身份。喝咖啡吗？喝。谢谢啊。以后加班的话，我要吃零食。哎，我也想喝咖啡。小心烫。谢谢。怎么样，手艺还可以吧？想要复原一个人的容貌，需要多久的时间啊？现在技术进步了，有电脑的帮助，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那如果自己徒手复原呢？对了，你去帮我把做模型的材料调好。愣着干嘛？我都说过了，我需要一个助理，你得帮我把原材料搅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真想学的话，得从学徒做起。我只是来看看他，看也不能白看，快去。通过 CT 影像确定面部轮廓，但最难的还是判断五官的细节。死者皮肤的质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，发际线高不高等等。那这个需要用什么来确定？大量归类研究、法医鉴定、人类学观测、统计学的数据分析，但不一定准确，还需要一些运气以及经验的判断，对吧？咱们跟尸体打交道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问出来的。哎，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老天有眼吗？做好熬通宵的准备吧，剩下的工作会很细致，你赶紧去填饱肚子吧。那你呢？给我带回来。我要吃北极翅、牛肉丸，还有鱼丸。其实这些东西和刚才被你拿出去那些零食的热量差不多的。那你陪我一起吃，这样罪恶感就会少一点。那含量太多，我劝你还是别吃了。哦。所以热量在口腹之欲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对吧？恭喜你，终于看清了事情的本质。哎，你在彪哥那儿观摩的怎么样啊？你相信老天有眼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样的话吗？那是彪哥那样的老法医才会说的话。我相信呢，老天一定会给我们这些人灵感，替死者伸冤。这是玄学，不是科学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法医是死者最后的倾诉对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尽全力去倾听，去找到答案。所以我更相信天道酬勤，消灭罪恶是正义，没有罪恶是善良。这就是那枚硬币的两个面吗？还有一串，你吃了吧？彪哥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但其实我更想看到一些原始的手法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个人原因。原始手法？徒手塑形吗？糟了，没带伞。老板，有伞吗？有。只有最后一把了，新货明天到，你们要不要？要啊，当然要。不过这是一把儿童伞哦。
你是不是没和别人打过伞啊？走那么快干嘛？你画的是你妈妈的样子吗？所以你想学习面部复原，也是想复原你妈妈的样子。哎呀，总算回来了！你想饿死我呀？便利店关门了，所以没买到。24小时便利店关门了。伞哪来的呀？当街抢小朋友的？伞是我的，我买的，很早以前买的。编，继续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边吃边聊，就把你那份给忘了。说实话就对了，有什么这么忘？不是忘我，忘的是你。抱歉啊。真的对不起啊，表哥，我给你煮面。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你跟之前也不一样了。我怎么不一样？饭量变大了。欢欢，啊？这看什么呢？新鲜出炉的死者面部复原图像，彪哥太厉害了，做的跟真人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赶紧给李队。啊。请便是。失了案的尸源找到了。合川县管辖区派出所说，2个月前有个阿姨报案自己女儿失踪了。这个失踪时间和年龄都对得上，身体特征还特别相符。哎，最牛的是，你们做的那个死者面部复原，阿姨一看就认出是自己女儿。张雨晨，23岁，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，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。尸体的状态不太好，石蜡化导致面部全非。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，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。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！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啊！我不同意。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，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。那我看她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。她来了。哦，好像在接待呢。哎。打开。这什么东西呀？阿姨 ，DNA 确认过了，确实是你女儿张雨晨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我女儿。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？她是空姐哎，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、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去了，我给她打电话，我给她打电话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肯定在飞，他肯定在飞，他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，他很忙的啊。哎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！阿姨，阿姨，别碰他！我来。阿姨，阿姨，无自主呼吸，心跳微弱，突发性心脏病。二人心肺复苏。阿姨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她都死得冤枉。你还没有看见凶手伏法，你不能出事儿。我跟您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阿姨，阿姨。雨辰，雨辰，雨辰。好险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你说，哎，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？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，他有经验吗？我说的是你们愚蠢，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？这是常识吧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！有本事你现在走，去见你的世面去啊！可以。喂，过分了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没出事就好。阿姨你好，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叫李强，这是我的同事赵天启。我知道您非常的难过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受害者找到真凶，我们要查到真相，需要您的帮助。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阿姨，在您的眼里面，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呗？雨辰是个好孩子，考上空姐全凭他自己的努力。我就是一个摆摊卖衣服的人，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。那张雨辰的父亲呢？雨辰12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过世了。之后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变糟，雨辰只好放弃学琴。原本他很喜欢拉小提琴的。阿姨，您去过他的住处吗？去过几次，住不惯。雨辰工作之后跟您联系多吗？我们每周都有通话的。据我们推断，张雨辰出事的时间是5月23号左右。阿姨，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您女儿是什么时间吗？5月22号。出事的前一天，您确定您没记错吧？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如果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扔在她身上的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他送给了我一个手提袋，挺好看的。阿姨，那天您是跟您女儿吵架了吗？哎妈，先许愿。我的愿望只有一个，早点抱孙子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啦。
对了，妈，这个是给您准备的礼物，谢谢。打开看看哈。짜잔！哎呦，真好看啊！肯定很贵吧？还好。其实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您的。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半年多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怎么不带他来见见我啊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们都已经交往半年了，还不带他来，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就把他带来。他不太方便。他那么忙啊，忙的连见岳母的时候都没有。其实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婚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愿意结婚，他和你不是认真的，他不会有老婆吧？哎呀妈呀，你就别猜了，吃蛋糕吧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把他带来给我看看。这件事儿我必须当面问清楚。能不能不要再一直逼我呀？谁逼你了啊？我想见见我未来的女婿，我有错吗？不让见，说明他心里有鬼。他要真是那种不靠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他答应我说他会解决的。你还真做了小三啊！妈，你干嘛呀，妈？你要不分手，就别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不该逼他，是我撞死他，我后悔啊！阿姨，您别这么激动，你冷静点。我不该逼他。阿姨，你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。我还需要问您最后一个问题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您女儿送您的礼物吗？哪里找到的？医生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。你如果跟他说了，他会崩溃的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男朋友这个事儿，他曾经瞒过他母亲。11表姐，送你回家呗。不用啦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，你就别绕路了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离某些人远一点比较好，免得被人家看出来咱们是小地方的人，没见过世面，跟我们待在一块儿还嫌丢人呢。你看，都懒得搭理我们。少说两句。我说实话呀。少说两句。有事吗？你教训黄昏的事儿我知道了，说的都对，冒失没经验，确实有够蠢。但是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要打要骂得由我来，麻烦你以后管好自己的事儿。如果我只管自己的事儿，你徒弟应该被开除了吧？见过嚣张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。确实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不过，他是我兄弟，要打要骂您冲我来。
怎么回事？人家法医部门的事儿，你来掺和什么？张彪，自己部门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别扯上我的人。邱彪爷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回去。幼稚，无聊。张雨晨在这家住多久了？2年。房东啊，把合同给我看了，他还说这个小姑娘平日里挺有生活情调的。这个屋子前不久刚装修过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座机是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房东说是4年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电话还在使用中，但是4年前的话，这根电话线是不是有点太新了？你是怀疑有人更换了电话线，用旧线捆住了死者的双手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，这也是一个思路。我们把电话线拿回去做个检验。一个空姐怎么能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？从这件衣服可以判断，她应该是一个人住。别这么早下结论。死者的钱包被人翻动过，首饰丢失，手机也不见了，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。凶手很有可能入室抢劫杀人之后，将尸体移动到了郊区的汽修厂里。死者的身上呢没有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，就说明死者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，家中也没有搏斗的迹象，这也就是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掐死的。而且抛尸一般情况下来说是熟人作案。也就是说，张雨晨给某位熟人开了门。进来吧。他引狼入室，引发命案。凶手盗窃完物品之后，包裹尸体，再弃尸。你越来越有长进了哈。所以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另一个人的毛发和指纹，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锁定了。谁说这是案发现场？有依据吗？没有依据就不能乱说话。电话线啊，就算确定捆绑尸体的电话线属于这台座机，但也只能勉强判断这里是捆绑尸体的现场之一，所以啊，不能证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太过于整洁了吗？她是一个空姐，作息黑白颠倒，早出晚归。一个女孩子的家里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整洁，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人特意整理了一番。没觉得呀，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独生女性的单身公寓啊。是吗？单身女性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啊？41码，男士衬衫。从衣服的状态上来看，应该是没有被洗过的，上面很有可能有嫌疑人的 DNA。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和他同居的男人到底是谁。你好，警官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这个张雨晨在你们这工作多久了？雨晨2年了，都是我带他，成长挺快的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从小城市来的，单亲家庭，一个人闯到现在挺不容易的。哎，对了，3个月前他辞职跟您说过原因吗？说过，他说呀，想去外地读一个在职研究生。空姐嘛，吃青春饭的，他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挺替他开心的。他辞职之后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？
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了，肯定是越走越远的。毕竟，他很讨厌社交，我们不去打扰他，应该是他最舒服的状态了。她有男朋友吗？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，让我替他保密的。为什么呢？那男的是一个名人。今天的航班非常顺利，又是原来的我，再说我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拿点冰块？抱歉，我不是休息室，请您稍等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没关系。实在抱歉，张浩先生。你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啊？啊，我学过4年小提琴，您的事情我听过很多。衣服我帮您干洗吧。真的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向你说抱歉才对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你学过小提琴？嗯。郑浩。张雨晨。啊，我真的很仰慕您，您很多作品我都听过。谢谢。郑浩。对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他是有家庭的，所以张雨晨让我替他保密。依我看，他应该是做了他的小三。郑浩，42岁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他和张雨晨生前的信息往来证实了2人是情侣关系。但这个郑浩是个有家室的人。张雨晨是郑浩的情人，会不会是张雨晨把郑浩的衣服带回家拿去洗了？技术员正在对比 DNA。现场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经我们勘测，捆绑张雨晨的电话线和张雨晨家座机端口的裂口完全吻合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断，凶手捆绑张雨晨的尸体是用电话线完成的。张雨晨家是处理尸体的现场，只是有可能。张雨晨的私人贵重物品被盗取了，具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查了导航，从张雨晨家到废弃气球场开车需要40分钟。根据尸检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距离末次的进餐时间大约在8小时左右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张雨晨的一般晚餐时间是在6点左右。如果说陈主任关于造化的演算方法是正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应该在5月24日凌晨2点左右。凶手呢在尸僵2小时内完成捆绑，那么凶手的运尸时间大约在5月24日凌晨4点。所以只要我们排查气球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行踪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刑警队的工作量大大减小了。经过 DNA 查验，在张雨晨家发现的男士陈乙属于郑浩的，电话机和电话线上的指纹也是郑浩的。所以，凶手把张雨晨家安置成有入室抢劫杀人特征的案发现场，就是为了故意误导我们。这明明就是个情杀案件啊！郑浩有嫌疑，把他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张雨晨遇害前2天一直在联系郑浩，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。他在催郑浩离婚，
那是不是张雨晨把他问烦了，他杀人了？不好说。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浩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汽修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尸体被保鲜膜包裹着。你们确定这是张雨晨吗？经过 DNA 鉴定，我们100%的可以确认，尸体就是张雨晨。你跟张雨晨什么关系？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你对情侣的界定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调查了你跟张雨晨的通话记录，确定你和张雨晨是情侣关系。你们在一起半年，他希望你离婚，但你一直在拖。5月份见过张雨晨吧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最恨这种在外面养小三的男人，尤其这种斯文败类，对吧，安然？就是啊，这种衣冠禽兽藏着掖着最恐怖了。依我看呀，这个郑浩就是凶手。你看，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俩的情事，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。再说了，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？所以案发当天，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，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？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你到底还让我等多久啊？我和你说过了，没想那么简单。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辞职，你离婚，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，我跟过去一刀两断。你呢？你要做什么了？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别逼我！我说了，别逼我！啊！那天晚上，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，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。装！你再给我装！哎，雨晨，哎，雨晨。后来冷静下来，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熨尸袋，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。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，塞不进手提袋里。他或许戴了手套，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。之后，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，再塞进袋子里。最后，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，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